是赵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赵怡翔议员、吴晨成委员、尹乃菁小姐、叶元之委员、刘彩薇议员、曾宪营议员。台北市今天晚上会进入10级暴风圈哦，现在风应该已经很大了啊。下午开始，然后我看那个雨就慢慢大，早上还好了哈。那这个凯米移动速度变慢，很讨厌，赶快走，变慢这边徘徊最讨厌。那对台北市威胁，恐怕像2015年的苏迪勒啊，苏迪勒当时很多台北、新北重创啊。那转强台原来是轻台，后来变中台，现在变强台。气象署不排除滞留跟向南打转，所以宜兰花莲都要小心啊。滞留就这边受到地形的影响了，气流的影响了等等啊，雨势会非常猛烈啊。内政部提醒要准备3天的粮食，3天份的粮食。昨天那些超市什么的满满的都抢购一空了哦。我就想说，也就不过2-3天嘛，大家好像都遇到那种这个世纪末一样去抢购，那种心里面哇，抢得一塌糊涂啊。好，那么希望大家都平安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拜登退选以后，贺锦丽第一场演说，他说川普是掠夺者跟骗子。哦，掠夺者欺负女性，我当检察官那么久，坏人看多了，这就是个坏蛋啊、哦！那川普因为有34个罪名哦，被认为是有罪了啊、哦。那他摇摆州造势，他说要到白宫要经过 Wisconsin 啊，因为 Wisconsin Milwaukee 就是他们这个之前的共和党的举办这个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地方，那个地方的重工业原来很发达的。哦，很多机械产业等等哦，那很多大的这个制造商哦。那我年轻的时候，我在贸易公司服务，代理很多美国厂商，很多总部都在 Milwaukee。那 Milwaukee 啊，他也去了啊，因为共和党先办活动，他民主党也去了。他说，因为是摇摆州，要通过 Milwaukee 才能到白宫。7个摇摆州，其实其他的州都不必管了哈，弄来弄去也没什么大用啊，因为美国选举人制度啊。你赢我1000万票跟赢我1票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摇摆州哦就很关键啊。那川普说来辩啦，哦来辩论啦，哦你不要以为这个你会变得比拜登好，来啊，哦。那路透社的民调说这个贺锦丽有44%，川普40%赢，不过现在民调都在这边焦灼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他的网络战力好像比原来想的强大哈。那共和党呢，而且不是笑他笑的样子像个巫婆一样啊，什么一大堆，所以呢，他的双势越高哦，反而高了哈。那不到3天，吸了82亿捐款哦，那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募款的能力看起来也不错了。说他现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啊。那另外呢，他民主党的党代表已经表态了啊，表态的超过1半。党代表啊，所以呢一定会获得提名了。那谁会当他的副手 ？Kentucky 州的州长、North Carolina 州长、Arizona 的参议员，还有 Pennsylvania 的州长，3个州长，1个参议员。我们看一下。3度确诊新冠后解隔出关，美国总统拜登边比赞，手上还拿着口罩，也没有走近和媒体说话。回到白宫也有点冷清，因为副手贺锦丽已经开始选战造势。And because we are a people-powered campaign, that is how you know we will be a people-first presidency. 贺锦丽第一站来到上个礼拜才刚主办共和党大会的密尔瓦基，明显就是来呛虾的。而从他的演说也看到了接下来会怎么面对川普。I took on perpetrators of all kinds.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ype. 攻击川普是联邦认证重罪犯，诈欺又满口谎话，还欺负女性。再来也批川普阵营只会活在过去。We are focused on the future. The other focused on the past. Building up the middle class will be a defining goal of my presidency. 强调未来愿景，放大中产阶级，把民主党执政下最为民众诟病的经济高通膨反转成政策关键字。连番操作之下，让贺锦丽民调有起色。
The Reuters Ipsos poll shows no clear leader in the Trump-Harris matchup. There's this campaign pollster for Trump predicting that Harris is there's the honeymoon for Harris. 换败之前，贺锦丽是小输，现在是稍微有胜算。而民主党内传出是推动换败的参众两院领袖也出面相挺。Congressional leaders Hakeem Jeffries and Chuck Schumer officially endorsed her. 另外，贺锦丽的名字谐音也被网友发现和台语后经历很像，笑称她是来收拾残局的终结者。好，他昨天演讲，他就打中产阶级了啊，希望这个制造一个增加中产阶级呢是稳定的力量嘛。另外就是说，川普如果到白宫去，会剥夺你们的堕胎权啊。哇，这对美国妇女很重要。堕胎是我自己人生的自由，我这个生育的自由怎么被你拿走呢？哈，等等，因为共和党之前大法官的解释由各州决定，那美国很多州很保守嘛，所以很多州就很麻烦哈，这个妇女就很生气哈。来，金怎么看？这个贺锦丽呢，因为她在很有效的把这个民主党呢整个完全是原先是处在这种川普遭遇到枪击的这种震撼，以及拜登呢如果执意参选的这种失败主义的这个氛围呢，戏剧性的这个扭转过来，所以呢他的拜登一退选呢，他在这个募款上面呢得到的这个数字，还有他这个狂打电话，很快呢就横扫了这个民主党的代表啊，一举呢就超过了那个被提名的门槛1900多票，他就已经有2000多票，所以这个声势呢，我觉得非常的鼓舞了民主党的这个士气啊，使得这个贺锦丽呢在这一场的选战中，从原先呢必输无疑了哈，会惨败哈，现在呢看起来有赢的机会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贺锦丽呢，她其实这也很妙哈。她原本呢，对于美国的大部分的这个选民来讲，美国的民众来讲，她不是一个让大家太熟知的一个副总统哈。然后媒体所塑造她的形象呢，也都是比较冷的，然后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面呢是很笨拙的啊，然后在这个处理边境的问题上面呢是一塌糊涂的。可是呢，现在呢，当他有效的把这个民主党呢从一个惨败的气氛中转变成是一个可以一拼，甚至于有胜选希望的时候呢，好像他做什么事情都对了哈。而且呢，特别是他在第一场的这个造势演说里面的表现呢，我觉得大大的这个加分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是说，这个选举啊，现在呢就是一个标题，就是一个命名，这个很重要。你去决定议题，你决定战场，你决定你怎么去带领大家的这个认知。像他现在，像刚才赵先提到的这个川普的这个堕胎的这个问题呢，他们现在呢，贺锦丽的这个团队呢，就把这个川普呢，就加了一个，他就是川普堕胎禁令。好，所以说所有的不甘这个我们女性对于身体的这种自主权，被川普剥夺的女性呢，不管你的肤色，哈，不管你的年纪，你都应该站到贺锦丽这边来呢，去帮助哈贺锦丽呢赢得这场呢大选哈，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呢，就在于是说，他的出现呢，也可以对于拜登呢，在过去的深陷于以哈战争的这个泥淖里面哈，它可以带来一个有效的一个隔离哈和一个转移啊。怎么讲？因为我们知道纳坦雅胡就在这个美国这个进行这个访问嘛，而且他要在美国国会演讲。纳坦雅胡呢，他是继丘吉尔之后啊，在美国国会演讲呢最多次数的人。可是他这一次呢，在这个美国国会呢政坛呢遭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冷淡的对待啊！这个 Political 这样子一个网站的报道里面，还用了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标题，是纳坦雅胡哈 Who 哈谁啊？纳坦雅胡你谁啊？哈，就说美国一方面呢，他的所有的这个新闻的热头呢，都被这个川普还有这个贺锦丽哈的目光呢给这个吸引走了。另外一个就是说，纳坦雅胡呢，他迟的不愿意呢达成一个停战的协议哈，然后在加萨走廊上的那种屠杀式的这种作为呢，他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呢，已经是几乎就是拖垮了这个拜登的选举。可是贺锦丽呢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他以一个形成冲突的理由，他没有要去主持纳坦雅胡的这个演讲，所以使得呢他在这个议题上面呢，或许可以去减低大半部分的这场战争带给拜登的这个杀伤力。因为原先什么阿拉伯裔啊什么都不投给拜登啦。因为
美国副总统是参议院的议长，对，名义上的议长。来，尊成，你是辅选专家哈，你们辅选这么多年，你怎么看？纯粹从选战的角度来看啊，那我觉得这个贺锦丽呢，改变了一个节奏感，改变了一个选战哦，这焦灼已经演了2个老人，搞了快1整年哈，没有戏码了，没有新鲜感了。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就选举来讲，后面创造新话题，我觉得这点对他是有利的。第二点是他没有这个拜登的包袱。那拜登呢？这个不管过去用什么，特别是那个枪击案，这个如果不转移的话，一直会深陷在泥淖里面，深陷一直追查，变成319枪击案那个的问题。那反正他不用负这个责任啊。那第3个，我觉得现在整个对美国来讲，在搞了一个，特别对民主党来讲，现在大家求的一个是安心。那以贺锦丽来讲，我觉得他的条件。你说觉得虽然不是一个强人哈，但是蛮符合现在的心态的一个，就是他有当了4年的副总统见习生啊，所以呢，这样也是蛮适合的。就是说，这时候然后再来他是检察官嘛，检察官通常不太会。通常洁身自好了，不太会有最怕的是有什么致命的一些丑闻嘛哈。那以检察官做这么久，应该是这一点对他都是有利的，所以看起来换了这张牌，应该是会士气大振。那一想，就当然今天台北会有这个暴风雨，可能全国都会有了。那事实上美国政坛在暴风雨大概已经历经3-4天左右了。其实贺锦丽进入这一场选战之后呢，当然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大家预判为提名人啊，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这样，选举当然是钞票选票，但其实还有气势嘛。你气势要有，你气势没有的话，你很难打下去。我觉得我刚刚其实听这个委员提到，我觉得贺锦丽确实他完全改变了那美国选战，尤其是民主党这部分的气势跟节奏。因为民主党这场选战，其实说实在，现在最重点其实不是民主党本身，是川普。你支持川普你就投共和党，你反对川普你就投民主党。但很多人即便如此，但因为拜登他的年纪大说话可能口才已经开始有一点没有办法去满足多数这个美国人认为自己总统该有的一些条件，所以因此投不下去。但贺锦丽加入之后，大家会觉得说，可我投得下去啊。所以我就说，这一次你看民调，我觉得民调最清楚哈。从拜登退选之前，7个摇摆州全数都输。美国是要270张所谓的全国的这个选务票这个才能获胜。民主党的基本盘203，共和党基本盘219，全部都缺这个摇摆州的选票，因为加州一定投民主党，德州基本上一定投共和党，所以中间几州7州过去是全输。现在我看最新的民调大概是平了哈，现在还太早，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平。但再来，民主党过去几个礼拜来全部已经分裂了。包括已经有几十位议员出来说，我支持这个要汰换掉这个拜登，任何其他人说我挺拜登挺到底等等。但我觉得贺锦丽出来之后，目前州长一律100%，民主党的州长全部力挺，96%参议员。我很好奇，说哪一位参议员没有挺？结果是因为他已经被判刑了，即将辞职，就纽泽西州的Bob Menendez。那再来，大概众议院的议员大概是93%，所以你看那个整个民主党也团结起来哈。那我觉得最后现在大家的关键点是什么？在观察他到底副手人选是谁。他原本自己是副手人选嘛，现在要选新的副手人选，那会蛮有趣的，因为民主党有3个州长都是在共和党，而且是深红深红就共和党颜色的州里面当州长包括这肯德基，包括这个北卡，还有这个亚利桑那所以现在就传出说他可能会选比较中间派所谓这个民主党可以跟共和党合作的这部分的一些州长来担任他的副手，因为他自己是来自加州，加州在美国人眼中是深蓝深蓝就是深民主党这一派的所以要做一个平衡那确实美国选战还有3个多月，可能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值得观察跟变化，所以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吧。接下来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那么刑事川普的枪手被打死的
这个影像已经暴露出来了，流露出来了。那密录器外流，说特勤早知道有可疑的男子出没，那怎么不去预防呢？特勤20分钟前发觉行踪可疑，结果呢，所在的建筑是警力的集结点。他们说不检查那个疏忽，警察这边集结，然后到别的地方去，就忘了那个点重要那另外呢，这小子连开8枪是表示要把川普杀掉的这个杀意坚决，而且2个警察呢本来应该守那个岗位的离开了，所以变成漏洞那特勤局也承认了，之前共和党曾经讲说，我们要求好几次是维安加强，特勤局都不准。那特勤也认了说，多次回绝川普。川普的确是要求我们增加维安，我们认为够了啦，谁要杀你啊？那特勤局长也认了，他到美国国会听证，承认自己的错误。几十年了，从雷根被杀到现在为止最大的失败。那他们说要调查要纠正要改善等等不过这局长宣布下台。这局长在国会的时候还不承认他有错，有承认有错了，但没有说要他下台了。但共和党一直逼说这个要下台。我想他算一算川普有机会当选他也不要干这个特勤局长的位置，川普一定恨死他了所以干脆下台好了那所以呢，这个他在这个宾州的警察的这个听证会里面呢，他们点出更多的维安的漏洞，漏洞百出那原来坚持不下台的，突然改口请辞了。我们看一下。When I went down, bullets were coming over my head, and you hear them. It's like zip, zip.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副手范斯在福斯新闻网专访上回忆惊险躲过暗杀的过程。How did somebody get on that roof, and why wasn't he reported? Because people saw that he was on the roof. 针对川普在宾州造势活动上发生重大维安漏洞，特勤局局长齐铎在国会2党议员侦讯的炮火之下，态度180度大转弯，周2宣布请辞。I call upon you to resign today. Today. You're full of. 齐铎周1出席国会听证会，整整4小时的询问期间，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不愿回答。虽然坦言任务失败，但坚决不下台。没想到隔天他就递交辞职信。As a direc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 I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security lapse of our agency.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感谢齐铎为国家的付出。至于在竞选路上，川普和范斯现在炮火对准新的对象贺锦丽。She's the same as Biden, but much more radical. She's a radical left person. 范斯更是炮火全开，在维吉尼亚州造势活动上抨击贺锦丽比拜登还更烂100万倍。然而 CNN 分析，共和党似乎没有预期到拜登会如此快速交棒，川范配也似乎还在寻找攻击贺锦丽的最佳方式。因为他这个川普遇刺事件，现在在美国就是大家讨论其实非常热烈啦。这就像319枪击案的时候，台湾人讨论非常热烈。那也有很多阴谋论就有讲说是不是川普下令杀了拜登？所以不是，对不起，拜登下令杀了川普。所以如果这个话题呢不断的延烧，没有止血的话，对民主党的选情是很不利。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民主党是有机会了。你看那换了那个贺锦丽上来之后，感觉上气势就起来了嘛。整个民主党大团结，之前比较没有跳出来支持贺锦丽的，包括像裴洛西什么也都出来支持。那现在只有奥巴马还没表态，但奥巴马他的态度都这样。以之前拜登要选的时候，也叫奥巴马表态，奥巴马也说：“我要保持中立。”那个是奥巴马的个性问题，那不是他不支持民。拜登以前处不好了。对，然后，但他现在也没有了。所以其实民主党现在是很快就凝聚气势嘛，所以民主党的那个党代表的票也是很快就凝聚。然后再加上就是，其实现在拜登有一个道德制高点因为他是总统，那他不是被换的，他是总统自己不连任，放弃了他这么好的总统位置，所以其实现代人对拜登是还蛮同情的，而且他的好感度也提高。可是川普本来一开始的时候还装一下，就是说他不会再骂拜登，然后他要团结，现在又开始骂拜登。那2天啊，2天，他骂得多难听呢？他说：“哎呀，拜登就是失智搞不好他一觉起来都忘记自己退选了。”就是他讲的那种很尖酸刻薄。那我觉得这样子反而会让民主党不断的更团结，所以他们现在气势会越来越高。而且更何况像那个现在大家认为说，贺锦丽可能有一个比较劣势，就是说她是不是女性？美国人可以接受女性吗？她又是黑裔，然后又是亚裔，美国白人可以接受吗？但我看那个希拉蕊帮他讲不错，希拉蕊说，实际上希拉蕊当时他出来选，他虽然输给了川普，但是他普选是赢300万票，所以美国不是说不能接受女性，
那关键是在那几个摇摆州嘛。然后更何况希拉蕊过去在选的时候，他已经让因为他2次当候选人，有一次真的有进入大选，有一次是初选。他2次当候选人，已经让美国人习惯说有一个女性的候选人，所以美国人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的排斥女性了。所以种种的一些条件迹象可以显示出，这个贺锦丽，我觉得机会是越来越高。然后刚刚周大哥讲那个堕胎权嘛，其实堕胎权在2022年美国期中选举是有发挥影响力的，那时候是有影响到共和党的选情的。所以贺锦丽抓着这个打，而且他很快口号就出来了。我觉得他的整队的那个速度非常的快，然后他的人设，他把那个川普打成是重罪犯嘛，因为川普有一些刑案，34个，但34个，然后贺锦丽自己说他是检察官啊，所以这是一个正义与罪犯的对决，所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有看头了啦。而且拜登是可以骂川普太老嘛。那现在他怎么讲贺锦丽呢？对不对？变成贺锦丽讲你太老嘛，来才会。我觉得先回到事件本身来说啦，其实这件事有2个最大的点，就在于今天特勤局他遮遮掩掩，所以才会让这些假消息还有阴谋论四起嘛。其实甚至在美国都还有个阴谋论是说什么是川普买凶，自己要来造成这个事件，然后所以刚好那个子弹也只擦边擦到他的耳朵而已。其实阴谋论四起，关键都在于因为特勤局明明有犯下很显而易见的错误，但是还遮遮掩掩。为什么？第一个，明明川普之前就有要增加维安，那而且川普其实被大家公认的是仇恨值很高，你怎么还会认为他不会有被暗杀可能？所以拒绝他。第二个是明明那个就是一个制高点啦，其实按照各国的这个选举维安安排，制高点本来就应该要有人。所以在这2个很明显的错误之下，那现在这个特勤局还不认，所以这个阴谋论四起。但我觉得这件事阴谋论是一回事，其实在民主社会当中，阴谋论其实要去澄清都太难了，也不可能。但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凸显了一个重要性，那就是听证权的重要性。因为你看，在特勤局遮遮掩掩的状况之下，在之前还死不认错，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听证会，所以让这些议员可以逼迫他在听证会上面不仅是去讲出事实，讲出可能未调查出真相的东西，所以才让他隔天是不是有个态度的转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国会改革，听证权真的非常重要。谢颖，我也是觉得看到这个事情，我刚刚采薇讲的这听证权，我是非常同意啊，因为这个情报系统的失灵哦，在这个密录的影像公布之后，那美国人都在质疑这个事情啊。那这到底是阴谋论，还是说是你的能力问题？那如果不是阴谋论的话，那就是你的特勤的能力问题啦，那你的安全漏洞出问题了。那不管是当然啦，他不会去承认这个阴谋论嘛，但是那就是你的能力问题。所以我是看了那个美国国会的，他要这个特勤局长来做听证的过程当中，那个国会议员之犀利啊，就直接就是质问他，就是说他满口胡说，到现在还没有回答问题啊。这种直接的直球的对决跟质询哦，其实我们也看到说，美国它的听证的举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他马上发生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就安排了这样一个听证，而且这听证会进行了差不多4个小时，这么久的一个时间，那么各党派的这个国会议员、参议员都来做这个听证局，所以这个也是促成了隔天这个美国特勤局长他本来是认错，但是坚持不辞职，他从一开始发生这个事情到听证会那一天都是坚持不辞职。可是经过了4个小时的这个听证会之后，经过这样来来回之后，我想在电视机前面所有人都在好奇，这到底是你的能力问题，还是这是阴谋论问题？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隔天就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他就选择这个辞职。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回到我们台湾来讲，台湾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现在说监察院有这个所谓的调查，监察会敢做这种事吗？我看不管是速度或者是这个力道大概都不会像美国这样。所以再次的回应到我们国会真的很需要有听证权跟调查权，而且速度快，解决问题，直球对决，这才是能够制衡行政权的一个很大的力量。南京有什么八卦是吧？对，因为像发生这种案子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各种阴谋论嘛然后最大家好奇，就除了阴谋论之外，这个为什么这个密录器一公布之后呢，大家就觉得说这里面这个 FBI 不是这特勤局他一定有责任，是因为那个特勤局的人跟这个当地的远警看到那个被这个反狙击手给毙了的
这个尸体的时候，他们就说：“哎，这好像这个特勤局说，哎，这好像就是我们之前发现的那个人。”就表示说，他们之前的时候已经接到通报，他的行踪可疑，而且他带着这个他带着测距仪进去嘛，这都是很不寻常。测距仪难道他在测什么？那就是在测那个枪的这个距离和这个准心的问题嘛，哈。我讲那个八卦，就是除了这种阴谋论之外，另外呢就是这个八卦这个预言哈。立刻啊，这个川普呢遇刺了之后呢，这个辛普森家族这个动画的神预言呢，是大家都已经在传了啦哈。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牧师啊，这个现营是虔诚的这个基督教徒，应该也有看到那个嘛，那个牧师预言。对，然后那个牧师呢，他在6月份的时候他就讲了哈，这 Biggest 他就说呢，他看到那个影像，好有那个子弹呢，就是打向这个川普，而且他用手比呢哈，就是这个右耳从他那边划过去，然后川普呢躲下来之后呢，他就是在那边祷告哈，然后感觉到这个神的这个恩典，可是话还没有完哦，他就说川普会当选。好，这个川普会当选呢，但是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呢会萧条，会崩溃。但是大家不要怕，哈，因为呢，这只是一个修正，哈，就之后呢会恢复这个正常。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大陆的这个股市的这个名师，这几天呢，你在这个 TikTok 上面呢，大家就是疯传呐，哈。他讲的啊，不是这个他讲的不是川普在竞选期间会遭遇到暗杀。他讲的是说，川普就算他当选的话，他明年6月到8月，哈，他也会被暗杀。而且川普这被暗杀的几率不是，他有点乡音啊，不是39%，是100%。好，然后他说你们把这个视频呢留在这个上面呢，就可以看我呢说的对不对。而且呢，不过很快就会证实了他的预言准不准了啦，因为他如果前一个预言不对的话，后面一个预言大家也可以打问号。他说，今年美国的这个总统当选人呢，既不是川普，也不是拜登，而是另外一个人，那是谁呢？蜜雪儿奥巴马，那就不知道。我可不补充一。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很神奇哦，我说这个遭遇很神奇，是因为我去西班牙、葡萄牙玩嘛，我7月8号才从这个西班牙回到台湾，然后我7月9号。跟政坛一个大前辈哈，这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前辈。我们吃饭，我们在讨论一个事情啊，就后来很快就讨论完了，我们就在那边闲聊，他就说川普有凶光，是7月9号他这样讲，川普有血光，川普有血光，就川普7月13号就中枪啦。就那中枪之后，我就立刻传简讯给他说：“哇塞，你太准了，神准！”他就说：“因为川普呢面露凶光，亦有血光。”但我没有继续问他说：“那是只有一次呢，还是还有？”我们不晓得。我很快补充一点，因为我觉得这种预言都蛮有趣，但是这预言有时候都会根据一点点的事实。那事实是什么？其实美国安全单位确实有掌握谁想刺杀这个川普，伊朗。哦，对了，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美国的特警中心之前就已经说到了，说他们已经收到可靠消息来源，说伊朗也很不满嘛，说这个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可能要把他跟拜登政府签的一些新的协议又把它撕毁啊，所以确实有传出有外国政府要去刺杀川普，所以看到这些预言，可能还是会想到说有一时的事实根据会导致他们有这些预言的成真呢。休息一下再回来。